是一款轻松愉快的旅游模拟游戏，它以西方记者的视角带领玩家们领略美国偏远小山村的风土人情，途中风景优美，山水秀丽。玩家可以时不时拿出祖传的核动力摄像机，记录这一美好时刻。玩累了还能躲进柜子里稍作休息。极端村民们朴实无华，想尽一切办法都要拿出最好的东西招待你，就连村里的老辈子皮丁姐都会亲自带你观光旅游，全程伴你左右，引得屏幕前的玩家惊喜不断，尖叫连连。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热情好客的极端之村，却在西方记者到来的一夜之间，便遭受了灭门之祸。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今这副局面？今天，狂魔就来给大家讲述这款休闲游戏的天花板《逃生2》。故事源自一场神医用剖腹产拯救了一名怀孕少女的谋杀案。记者林和她的摄影师丈夫布莱克为了报道这一桩令人小脑萎缩的案件，于是乘坐直升机来到了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印第安保留地上空，准备前往他们即将坠机的地点。在路上，布莱克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他回到了儿时曾与妻子林一同就读的学校，在衣柜的照片里还有另一名叫杰西卡的女同学，三人一直都是纯洁的三角恋关系。然而最后布莱克还是和林走在了一起。就在布莱克看着熟悉的学校回忆过往的时候，杰西卡却突然出现在了他的身后，随着一股不明液体席卷而来，布莱克也从梦中惊醒。然而就在夫妻二人准备拍摄的时候，一阵白光猛然亮起，受到干扰的直升机瞬间失控，径直向着地面坠落。好在他们还是顺利的抵达了坠机点。当布莱克从昏迷中醒来，身边只剩下了祖传核动力摄像机，还在默默的陪伴自己。他检查了一下塞满全身的电池和绷带，便来到了直升机残骸面前。然而坏消息就是妻子林不见了踪影，看样子应该还活着。好消息就是布莱克很快便找到了不小心把自己绑在树上的驾驶员，看他现在狼狈的样子，应该不太方便回答问题，毕竟还是找到妻子林要紧。布莱克顺着小路很快便发现了一处风景秀丽的村庄，可能是因为太晚怕吵到邻居的原因，个别村民只能用眼神表示欢迎，毕竟来都来了，布莱克也只能先把这里当家一样，自己随便逛逛。村里虽然略显破旧，但村民的朴实却是实打实的，他们甚至贴心的为牛牛盖上了被子。这股扑面而来的质朴气息让布莱克不由得热泪盈眶。奇怪的是，经过布莱克一番探索，发现这里的村民都是虔诚的极端教徒，并且家家户户都有一张身形微胖的极端神父肖像，他们都对极端神父所说的话深信不疑。极端神父似乎将所有的孩童都视为带来世界末日的恶魔，所以布莱克在这个村子里从未见过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很快，布莱克见到了神父忠实的信徒皮丁姐马尔塔，一看皮丁姐的气质就是那种当机立断的人。而此时热情的极端村民们也发现了无家可归的布莱克，他们本想一拥而上把布莱克请回家中做客，但之前导致直升机坠毁的白光却又再次亮起。在白光的影响下，村民们全都不由自主地陷入了痛苦的幻境之中。好在也算是躲过了村民的极端招待，布莱克再次一路跟随极端神父的广播，来到了一处应该比较正规的教堂。踏入教堂那一刻，布莱克便隐约听到了妻子林的叫声，林似乎正在解释自己的身份，但极端神父却根本听不进去，甚至怀疑林的体内藏有恶魔。布莱克一听这还了得，于是立即开始在教堂内搜寻妻子。好在林找到机会跳窗逃跑，正巧看见这一幕的布莱克也立即来到了妻子林的身边。由于这个村子实在太过热情，有些社恐的夫妻二人便打算赶紧离开这里，但就在离开的路上，林捂着肚子显得痛苦不堪。布莱克本想询问神父对他做了什么，林却是什么都不愿说。与此同时，神父通过极端扩音器通知全村，经过他亲自检验，发现了林竟然怀有身孕，并声称林腹中的孩子就是恶魔，而那个造成这一切的奸夫正是布莱克。对于这个意外收获，毫不知情的布莱克显得异常惊讶，本以为会是一场惬意的自由行，却没曾想竟然变成了全村都想对他们掏心掏肺的好。夫妻二人很快就被极端村民拦住了去路，毕竟双拳难敌四手，布莱克只能眼睁睁看着妻子林被按倒在地。关键时刻，另一伙装扮怪异的人出现，将这些极端村民永远的打晕了过去。他们是一群反对极端宗教的极端异教徒，异教徒首领名叫瓦尔。瓦尔见极端神父想要除掉林腹中的孩子，那么作为一名合格的极端异教徒，自然就是保全林腹中的孩子，并且得到这个孩子。至于布莱克，瓦尔的态度就像小嘴抹了蜜一般，让布莱克尝了一些甜头，还安排手下赏了他一拳头，随即便带着林扬长而去。妻子一夜之间离奇怀孕，信奉极端宗教的村民又在村里围剿自己，如今又出现了另外一伙极端异教徒。眼前发生的一切尽管令布莱克内心恐惧无比，但为了救回妻子，他还是选择毅然决然地继续深入村庄内部。面对四处搜寻自己的极端村民，身为最强摄影师的布莱克也决定不再躲躲藏藏，因为他的手中还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借助定身术的特殊能力，布莱克很快便躲开了村民的视线，但那阵诡异白光却又再次亮起，将他重新拉回了学校的幻境之中。在这里，他看到了儿时同学杰西卡在黑板上留下的遗书，眼前的场景似乎让布莱克想起了什么，心中涌起了对杰西卡无尽的愧意。不过摄像机在手，心不抖，布莱克本想记录下这一切，但他却发现录制出来的画面只有杂乱无章的噪点，莫名的恐惧让他拼了命的想要离开学校，就连前方突然出现的黑影他也不管不顾。随着布莱克离开学校，踏入大雪之中，他的意识也被拉回到了现
现时，此时一位路过的老人出现在了布莱克眼前。老爷子名叫伊森，他是一名被极端宗教驱逐的本地人。原来极端神父一开始并没有将孩童视为恶魔，甚至推崇村民们互相袭击对方，就连神父本人也会参与其中。而老爷子伊森那年仅15岁的女儿也因此遭受了神父的极端袭击。碍于自己心中的信仰，伊森只是敢怒不敢言。可突然某一天，神父一改往日的教义，宣称所有的孩子都是恶魔，村里一旦降下新生儿，那么世界末日便会到来，并且只能由孩子的父母自行阻止。这也是整个村庄见不到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的原因。然而不幸的是，伊森的女儿被神父极端袭击后便有了身孕。讽刺的是，神父竟让伊森老爷子自己想办法阻止他女儿降下恶魔。眼见自己的女儿遭受如此待遇，伊森的信仰彻底崩塌，于是他想办法让女儿逃出了村子。闻听此言，布莱克想起了自己一开始来此的目的，正是因为这位怀孕少女被谋杀的案件。看着眼前这位无助的老父亲，布莱克只能说出了一个善意的谎言，告诉伊森他的女儿一切安好。放下心中一块大石的伊森立即招呼布莱克进屋，并将他安置在了地下室内休息，以躲避极端村民的搜捕。当布莱克再次醒来，却发现风韵犹存的皮丁姐竟然找上了门。尽管皮丁姐知道伊森将布莱克藏了起来，但伊森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将布莱克供出来。待皮丁姐走后，布莱克怀着感激之情来到了伊森的面前，希望他和女儿能够在另一个世界团聚。通过先前偷听的内容，布莱克得知极端神父正在一处小教堂审问其他异教徒，或许那里能够得知一些妻子灵的下落。在前往小教堂的路上，布莱克见到了村里独有的风景线，对着满天繁星朗诵《三体》的老太婆，因锻炼颈部肌肉而睡着的村民，带着村民遛弯的皮丁姐，甚至还有举行某种仪式的极端手办。偶尔遇到老弱病残的极端村民，还能给他们来一记窝心脚。但布莱克的所作所为很快便引来了皮丁姐的不满。手无寸铁的布莱克一旦被皮丁姐抓住，结局就只能是鸡飞蛋打。然而奇怪的是，随着布莱克深入村庄，他进入学校幻境的方式也不再是被白光影响，而是周围的环境突然发生变化，似乎有着某种东西正在影响周围的一切，越是靠近，这种影响就会越深。从幻境里出来后，极端村民依旧对其穷追不舍，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们都要推心置腹的与布莱克交流一番。好在布莱克凭借灵巧的身法和定身术，多次躲开了皮丁姐手中的巨镐。这一路上也算是有惊无险，布莱克很快便来到了小教堂，而教堂内则有一个被捆在木轮上的男人，他是异教徒，潜伏在极端宗教的内间，结果不幸被极端神父发现。没等布莱克多做询问，教堂外便传出了声响，布莱克只能赶紧躲进一旁的忏悔室。下一刻，极端神父便带着内间的妻子走了进来。为了从内间手里得知异教徒首领瓦尔究竟把灵藏在了什么地方，神父甚至当着内间的面折磨他的妻子，并且不断声明灵腹中的孩子就是世界毁灭的根源，他将在黎明前生下孩子，一旦孩子出世，那么世界末日就会到来。所以神父想尽一切办法都要阻止孩子降生。眼见妻子遭受折磨，内间心底的防线彻底崩塌，将异教徒首领瓦尔藏身的矿井位置告诉了神父。这对内间夫妇也终于得以解脱。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的布莱克立即开始寻找前往矿井的路。明明妻子刚刚才莫名怀孕，结果发现竟然还有意外惊喜，这才几个小时就要生了。尽管神父口中的话有些匪夷所思，但现在还是得先找到妻子要紧。在接下来的路上，布莱克不断解开各种机关谜题，皮丁姐依旧不离不弃，说什么都不让布莱克走，直到吃了一记窝连脚，这才老实了不少。而他也很快发现了远处的矿井入口，可就在布莱克试图穿过一座独木桥时，一股妖风却裹挟着密密麻麻的蝗虫向他迎面撞来，导致布莱克失去重心，跌落到了脚下的山谷中。好在下方密集的树枝救了他一命，而山谷里的景象相比于热情似火的村庄，则显得冷淡了不少。这里的人仿佛像是有什么大病一般，抱着布莱克那就是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尽管布莱克被嘴对嘴喷了一身，但看样子应该是没毒。身强体壮的村民们还在干净又卫生的水沟里互相帮助对方洗涤心灵。布莱克也因为深入村庄内部，导致进入学校幻境的次数越加频繁和自然，并且每次都会看见杰西卡的身影。当布莱克回到现实后，一个骑着巨人症患者的侏儒却将他抓了起来。有条件的观众一般都称呼他们为双子兄弟。双子见到布莱克后显得异常兴奋，不仅为他提供了解渴的高蛋白饮料，还声称布莱克就是他们界限人的弥赛亚。一旁的界限人甚至都忍不住一口咬在了布莱克身上，似乎是某种时机未到。双子并没有怠慢布莱克，反而是让兄弟安排布莱克在十字架上好好的休息，甚至贴心的提供了生铁扶手开背服务。享受了一番耶稣待遇的布莱克昏迷了过去。当他再次醒来，却发现亲如老婆的祖传核动力摄像机竟被双子兄弟夺走，于是布莱克只能摸黑寻找摄像机。然而双子可能是因为在兄弟头上视野比较开阔，他手里的弓箭几乎都是百发百中，无论布莱克如何闪躲，箭矢都能像超音速导弹一样精准命中。好在布莱克还是悄悄的
地溜进了双子兄弟的房间，成功找到老婆摄像机。可就在拿回摄像机的一瞬间，他又再次回到了儿时的学校。这一次，相比之前看到杰西卡，显得更加的可怕。漆黑的走廊竟然出现了一只诡异的生物，而这个怪物无疑是勾起了布莱克内心最深处的恐惧。只有躲进柜子里，才能获得一丝安全感。这也让布莱克回到了现实，可现实里也并不安全。双子兄弟早已在剑上附了魔，最终导致慌不择路的布莱克一不小心挂到了铁丝网上。双子兄弟见状，迫不及待地将布莱克从铁丝网上救了下来，结果转头就把他丢进了棺材。不由分说，便开始表演大埋活人。在无尽黑暗的笼罩下，布莱克爆发出了所有的潜能，终于在拼尽了全力后揭棺而起。再次经过一番探索后，布莱克通过路上留下的文档以及双子兄弟的所作所为，终于知道了他们为何称呼自己为弥赛亚。原来这群以双子兄弟为首的界限人，同样也是极端神父的忠实信徒。由于神父当初鼓励村民们互相袭击对方，结果导致各种极端性的病在村庄里蔓延。为了控制病情，神父将界限人驱赶到了这座山谷之中，并且说出了一则极端预言，那就是山谷里会出现一位救世主，救世主需要经历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痛苦，以及放进棺材中埋葬并复活。届时，界限人只要吃了救世主的唐僧肉，那么就能包治百病，让身体健壮如牛。对于这个说法，身为界限人首领的双子兄弟那是深信不疑。而在这片地区，只要有界限人胆敢离开，或是对预言不满，那么他一定会清理门户。看来双子兄弟对布莱克所做的一切，显然是把他当成了救世主，所以布莱克能够揭棺而起，并不是他力气有多大，而是双子兄弟希望他能够重获新生。想到这里，布莱克不由得脊背发凉，于是他立即逃到了悬崖边上的木屋之中，试图通过绳子前往下方的湖边。然而双子兄弟却突然出现，想要将布莱克给拉上去。或许是他残暴的作风早就让手下心生不满，于是几个热心的界限人将双子和兄弟一起推了下去。二人最终还是败在了难上加难，布莱克也终于穿过界限人的地盘，来到了湖边。只要布莱克穿过这座湖泊，那么就能抵达异教徒首领瓦尔藏身的矿井，救回自己的妻子琳。而就在布莱克准备穿越湖泊时，一封日记却揭开了之前那束神秘白光的由来。结合四处遗留的文档以及神父与村民的所作所为，所有的真相终于得以浮出水面。一切还得从极端神父说起。神父本名为诺斯，他本是一名落魄的皮鞋售货员。一次偶然的机会，让诺斯对外宣称自己通过深夜的福音电台寻求安慰时，听见了上帝的声音。诺斯称自己是上帝派来的先知，是能够阻止世界末日的存在。凭借这个自己都深信不疑的说法，诺斯开始传播起了极端教义，并且有了多名极端信徒。但他的做法却是鼓励信徒之间互相进行极端袭击。由于他的行为太过于猖狂，所以遭到了美国派出所的严厉打击。然而不甘心的诺斯决定东山再起，他带领一群漏网之鱼，深入荒无人烟的沙漠，建立了一个以袭击对方为乐，并与世隔绝的村庄。然而这种极端的生活方式，却因为神秘白光的亮起，变得更加极端。与民同乐的诺斯神父同样也是如此，他开始不再鼓励村民互相攻击对方，反而是禁止村民们传宗接代，并且声称村里下一个出生的孩子将会是带来世界末日的恶魔。如果村民家中还有孩子，那么就得他们父母亲自动手，以阻止世界末日。而异教徒首领瓦尔原本也是一位极端忠实的信徒，但瓦尔当时却养育了数十名孤儿，再加上他本身没有生育能力，所以当神抛弃这些孩子的时候，他也会义无反顾站在孩子这一边。于是瓦尔带领着与自己有同样想法的人，成立了一个新的宗教，这才导致极端宗教将他们称为异教徒。可瓦尔终究还是逃不过白光的影响，最终他口中那满满的全是爱，也演变成了更为极端的袭击。那么这个白光究竟是什么？这里就不得不提起布莱克每一次陷入学校幻境后，只要是他用摄像机录制出来的画面，结果都是没有任何内容的噪点，但这些噪点里却藏着一个重要的信息。没错，噪点里隐藏的图案正是穆克夫公司。在前作中，穆克夫公司想要创造一种适用于战争的纳米兵器，但想要成为承载纳米兵器的宿主，就必须历经足够多的恐惧和极端体验，所以他们研制出了一种名为形体发生仪的仪器，来激发被实验者心中最恐惧的事情，用以寻找纳米兵器的宿主。而这个实验便被称为瓦尔里德计划。然而穆克夫公司的野心可不仅限于此，他们甚至还想进行大规模的精神控制。于是穆克夫公司便盯上了极端神父建立的村庄，因为没有什么比一座与世隔绝的村子并且信奉极端宗教的村民更适合实验的地方了。而接下来穆克夫公司便与极端神父一拍即合，在村子附近建造了一座大型信号塔，其功能便是一个能够大范围影响周边人群的形体发生仪。所以每当信号塔发出信号时，便会产生刺眼的白光，距离越近，其产生的影响就会越深。至于为什么受到白光影响的布莱克会回到儿时的校园，那么就得从布莱克每一次进入幻境都会见到的杰西卡说起。杰西卡本是布莱克和林在儿时最好的朋友，但杰西卡却想成为布莱克真正意义上的好朋友。于是杰西卡趁着学校放学的机会，将手无缚鸡之力的布莱克带进储物室，想要与布莱克玩一下过家家。但布莱克的心里却始终忘不了林。面对这坚不可摧的三角恋关系，杰西卡只能暂时作罢。他拉上布莱克的手，准备离开学校。此时天色已晚，屋外大雪纷飞。
飞。本以为学校里早已空无一人，但就在他们路过音乐教室的时候，音乐老师劳特神父竟然正好逮住了私会的二人。见到神父的杰西卡显得极为不自然，甚至有些难以掩饰内心的害怕。神父的举动也显得奇怪异常，他要求杰西卡与自己回到教室，并且让布莱克先回家。见眼前这两个学生有些抗拒，神父竟然威胁他们，如果布莱克不离开，那么就把二人放学不回家这件事通知双方的家长。神父也不管杰西卡快要崩溃的情绪，直接把布莱克赶出了教室。他要好好盘问一下布莱克对杰西卡做了什么。出于对老师惧怕的心理，布莱克只能眼睁睁看着神父关上了教室门。他应该不会有事吧？带着心里的愧疚和不安，布莱克向着学校大门走去。然而就在即将离开的时候，他的身后却响起了杰西卡的尖叫声。当布莱克再次见到杰西卡的那一刻，这个小女孩终归还是因为躲避神父的袭击，在慌乱之下不慎跌落到楼梯间，从而失去了生命。而神父也在布莱克的眼里变成了一只可怕的怪物，他只能强忍内心的恐惧，躲在厕所的隔间，大气都不敢喘。趁着神父离开的空档，布莱克甚至看到了杰西卡被伪造成自尽的假象。然而神父却在这一晚追着还是小孩的布莱克跑遍了整个学校。而在数个小时后，教室的黑板上多出了一则，分别有两个人书写冒充杰西卡的遗言。没错，在近乎一夜的恐惧洗礼和精神压力下，布莱克最终还是选择了屈服，帮助神父伪造杰西卡自尽的假象，并将事情的真相深埋在了自己的心底。随着时间的流逝，布莱克早已将这件事淡忘，甚至觉得这一切根本没有发生过。然而当布莱克来到极端村庄后，在白光的影响下，却让这段尘封已久的往事再一次重现在了脑海。回到现实，站在湖边回忆起过往的布莱克，内心升起了无尽的罪恶感与愧疚。这种感觉促使布莱克更加坚定了要救回妻子琳的决心。既然当年他失去了杰西卡，那么这一次就一定不能再失去琳。布莱克毫不犹豫地纵身一跃，径直跳进了冰冷的湖水之中。他拼尽了自己全身的力气，不断向着湖对岸的矿井游去，终于在体力耗尽的最后一刻游到了湖对岸。但随着他逐渐接近信号塔，形体发生仪造成的影响，也让布莱克将幻觉带到了现实。眼前的瓢泼大雨就像倾泻而下的红油漆，就连天空也被映得通红。乘坐电梯一路向下，穿过狭小且黑暗的地下矿洞，布莱克终于见到了带走妻子琳的异教徒首领瓦尔。对于布莱克的出现，瓦尔并不感到意外，他在表示琳腹中的孩子即将出生后，便将淤泥涂满全身，并戴上了由荆棘编制的王冠。接下来布莱克只能在阴暗潮湿的矿洞内躲避瓦尔的盛情款待，但他还是不慎中了异教徒的极端迷药，周围的一切开始变得模糊。布莱克感到一阵无力，甚至还有点热，但前方却传来了妻子琳的声音，周围站满了极端异教徒，但看起来都挺忙，似乎是在庆祝琳即将生下极端神父口中的恶魔。眼见妻子琳就在眼前，但瓦尔却突然出现，一把将布莱克推倒，并试图袭击布莱克。在迷药的影响下，布莱克再次陷入了幻境中，不知道过去了多久。当布莱克醒来后，神父手下的极端信徒已经攻入了矿洞之内，布莱克也终于得以趁乱，一边寻找妻子琳，一边向着外面逃去。幸运的是，他顺利的在逃跑路上找到了妻子琳。可本以为所谓的怀孕只不过是受白光影响的神父臆想出来的幻觉而已，但在布莱克亲眼见到琳在一夜之间高高隆起的肚子后，布莱克也在潜意识里相信了神父的说辞。他搀扶起即将分娩的妻子，向着矿洞外颤颤巍巍的走去。此时外面早已是风沙肆虐，电闪雷鸣，就连太阳的光芒也有了一种即将被完全遮盖的迹象。周围的异象似乎真的印证了所谓的世界末日。眼见妻子琳快要支撑不住，偏偏这时皮丁姐突然出现，是要送布莱克最后一程。面对近2米高的皮丁姐，布莱克根本没有丝毫反抗的余地。千钧一发之际，一道闪电竟然劈在了教堂的十字架上，十字架精准地挂在了皮丁姐的身上，结束了这位热情老太罪恶的一生。夫妻二人终于得以顺着太阳的光芒来到了之前的小教堂。在布莱克的帮助下，琳腹中的孩子终于出生。经历了这一夜的痛苦和折磨，琳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但奇怪的是，他临走前却说了一句那里什么也没有，并且下方的影子里也根本看不到婴儿的存在。但陷入无尽悲痛的布莱克根本注意不到这些异常，伤心过度使他陷入昏迷。当布莱克再次醒来，极端神父早已坐在了他的面前。对自己的预言深信不疑的神父虔诚地说出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为了阻止所谓的恶魔降世，除掉村里所有的孩子，甚至包括自己的孩子。在神父看来，没有比这更完美的极端信仰。但一切都为时已晚，上帝也仍然保持沉默。所以神父拿起手中的匕首，直接去找自己的极端上帝评理去了。一夜的折磨和恐惧早已让布莱克变得麻木，他只是静静地抱着沉睡的孩子，向着教堂外走去。此时外面的异象已然退去，清晨的阳光照耀在寂静的村庄里。当布莱克来到村子中央的时候，发现这里早已是满目疮痍。原来神父临走前就已经下令让所有的极端村民自我了断，而布莱克的心智也彻底崩溃。他虽然逃出升天，但却从未逃出自己的心魔。下一刻，他眼里的太阳急速扩大，耀眼的光芒吞噬了目之所及的一切。故事的最后，布莱克回到了幻境之中，而杰西卡也再次出现在了他的面前。Don't worry. I'll never let you go. You never let me go.
我是修边黄魔，咱们下期再见。